悬仆秘境，藏瑞兽麒麟。作为华夏5大瑞兽之首，麒麟以仁厚护盛世，以威仪显风华。这份跨越千年的祥瑞，被匠人镌刻于敦煌五台山土壁画之上，与来自阿富汗的古老宝石青金石清韵共生，历经岁月淬炼，熠熠生辉。丝路迢迢，青金传韵。我们取千年国色，凝练成坦克700敦煌青，让东方审美永续相传。从上古瑞兽到当代豪华旗舰，从敦煌青韵到现代审美，全新坦克700的东方力量美学，究竟藏着怎样的千年密码？答案即将揭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古一坤。刚才呢，我们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进了千年的敦煌，也看到了敦煌61号窟当中的麒麟云中线，也了解了跨越丝绸之路的尊贵之色，也一同感受到了东方文脉里的风骨和神韵。其实都江堰的千年治水智慧给了我们 HiFi-Z 的技术启发，敦煌的壁画里的千年古色也搭起了属于我们坦克的敦煌的色系。如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麒麟又塑造了我们全新坦克700的高端原创的造型。很多朋友呢可能发现，坦克始终有一股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深耕到底，把我们中国的原创做到极致的那股劲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文化向上，我们中国高端品牌才能站在全球有好的发展。麒麟这个文化符号呢，还有敦煌青这抹国色，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进行了一个储备，我们也一直在等一台能够配得上它的旗舰车型。我们的团队非常的笃定，全新坦克700就应该是麒麟。有朋友呢可能知道，在古代像直隶总督这样的一品武官，他们胸前的补子上绣的就是麒麟，它代表着忠正、力量还有仁德。在中国的文化里，麒麟呢，它是5大瑞兽之首，从来不是征服的图腾，而是仁兽，它也是礼兽，更是权威和祥瑞的象征。它有着雷霆之力，有威严之象，但是它心怀仁厚。麒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特质，而我们坦克有铁汉柔情的主张，同样的忍者风范，也正是坦克用户的真实的写照。他们从容，但不从众；他们气场强大，但是从不张扬。沉稳，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常被称为人中麒麟。我们也希望我们全新的坦克700呢，能像麒麟一样，陪伴着坦克用户一起征服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坎坷，来守护他身边最珍贵的人。麒麟的寓意呢，固然是非常的美好，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概念里，它终究呢会是一个图腾。要把这份东方的祥瑞变成大家触手可及的陪伴，我们需要一台极其强大的物理载体。我们也可以看到，纵观
国际的这些品牌，那些能穿越周期、穿越时代经典的，都带有深刻的本土的文化烙印。所以在坦克看来，新时代的新旗舰，它不应该还在舶来文化里寻找答案，不能再成为西方车型的平替，也更不能只是配置和参数的堆砌。我们要做的，不仅要满足全域、全能、成野的出行，更能满足商务体面，也能够守护我们的家庭，更要真正地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转化成技术创新的灵感，也是我们的设计表达的根基。所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母语造有根有魂，能代表我们中国的车，让属于我们自己的豪华被全世界用户看见。为了还原我们麒麟的这种精气神儿，我们在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传说中，麒麟它的品性高洁，身份尊贵，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只饮帝王水，一生不低头。我们也把这份不迎合、不将就、不低头的造车哲学，也用到了我们全新的坦克700上。整车的姿态呢，前高后低，非常的昂扬。车顶的线条呢，前高后低，相差60毫米，搭配近1:1的车身的宽高比，就像麒麟一样昂首蹲坐，释放着蓄势待发的强大气场。这种气场呢，不只是在车外。要知道，全新的坦克700的最高的坐姿已经超过了1米，就是驾驶员的坐姿。而这个坐姿呢，相比奔驰 G 和卫士，它更高。所以坐在车里，拥有同级最优的开阔的大视野，就像麒麟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新车的机盖呢，我们也复刻了麒麟的头骨的轮廓，整体造型还原了瑞兽的昂扬气魄。细心的网友呢，可能也关注到了，机盖呢并没有真实的通风口。在这儿也和大家坦诚地说，这是专为大家设计的最贴合麒麟昂首姿态的机盖的造型。也为了表达这种饱满的气场感，我们的造型设计师还有我们的 NVH 工程师前后设计出10几种的方案。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仿真模拟包括一些验证。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尊骨机盖它的黄金比例。民间有一句俗语叫摸摸麒麟头，一生不用愁。它还有一定的拓展性、改装性，在这两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小巧思。高阶的玩家呢，可以动动心思找找看。在坦克全新700的原创造型上，围绕着麒麟灵感的设计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中有件事也在这儿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讲述吧，也是在我们开发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头疼的，那就是我们的尾翼的设计。要知道，硬派的2厢越野做尾翼，我们也是独一份，也是头一份。它的设计原点是来自于麒麟奔腾时的舒展的尾巴。在传统文化里呢，麒麟尾鱼自带守护的寓意，而真正还原这份神韵的设计，那就是尾翼两侧的示廓灯。当它在夜色里点亮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飞机的翼间的那种航行灯，划破夜空，
留下的霓虹光影。不仅在车流里，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专属的辨识度，更能带来像驾驭私人飞机一样拥有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掌控感。另外，懂行的朋友呢都知道，两厢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尾翼的一个气流拍击后窗，它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风噪。而我们也是为了带来更安静的这种驾乘的体验，尤其是后排，仅仅尾翼的设计呢，我们就花费不少，有2000万左右。我们10次的仿真，7次的风洞试验，我们反复的调整我们尾翼的一些角度，也专门开发了水滴型的仿生支架。最后呢，我们不仅解决了风噪的问题，又能在越野车上实现了超跑般的动感姿态。这份成本为设计让路，工程为美学服务的坚守，不仅带来了行业的首创，更展现了坦克独有的硬核浪漫。讲完了麒麟的形，再跟大家聊聊这台车的魂，就是敦煌青。这是我们坦克敦煌系列的第3款的主打色。从坦克500的敦煌绿到坦克400的敦煌紫，这次全新坦克700的敦煌青也蕴含着青云直上的美好寓意。它的灵感呢，来自于敦煌壁画里的青金色，用的是沿丝绸之路数千里运输而来的阿富汗的青金石的颜料。在古代，它的价格呢比黄金都贵，也只有在皇室或者佛像的宝冠上才配用的颜料。它代表着尊贵，更是一种资格的象征。我们也是为了把这份跨越1000年的尊贵和祥瑞带到坦克的全新的旗舰上，我们的工程师团队从800多种的基础色浆当中筛选出微米级的超细的颜料，并精准的复配10纳米级的色浆，细度呢也优于行业顶级的标准的10倍。目的也很单纯，也很纯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还原我们青金石的那种神韵。好了，讲了这么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款新时代的新旗舰，那就是麒麟云中现，青云直上时。今天是全新坦克700造型美学的直播，我们也邀请了长城汽车高级设计师杨俊，还有著名主持人刘芳菲，以及和坦克一起深耕中国文化的同路人，他一位是守护了敦煌几十年的杨秀清理事长，另一位呢是带着东方美学走向国际的珠宝设计师龙子嘉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交给他们，好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芳菲。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坦克，但是当我看到这台全新的坦克700的时候，我还是为之心头一震。我的感觉是高大帅气又韵味，又充满了内涵。
麒麟的设计元素加入，让这台车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底蕴和内涵。那站在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坦克系列的高级设计师杨俊。特别想知道，当麒麟元素融入到这台车的设计的时候，赋予了它什么样的全新的样貌？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城汽车的设计师杨俊。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做造型设计背后的一些故事。实际上谈到刚才说到的这个麒麟元素呢，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们一直想打造这种能跨向国际化的高端，是找什么是能更去把我们中国的元素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汽车产业做一个结合。这个里边就思考了很多关于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的一个民族，是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它本身呢，实际上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也是走了很多的地方去思考这个事儿，怎么能让我们的旗舰车型能去带有东方的色彩，能把东方的元素跟我们的产品，尤其是跟我们的坦克旗舰车型做一个结合。这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了一次大胆的这个尝试。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也有一些这个外国的专家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结合了东西方审美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能把我们设计通过这个车型的展现，让每一个看到的它的人感受到我们这份来自东方的力量美学。兼容并蓄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些年其实我们从汽车的设计上已经明显能够感受到原创的变化。中国的汽车也正以完全不同的姿态驶向到世界的舞台中央，也有越来越多的聚光灯打在了中国汽车的身上。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不再去问中国能造车吗，而是开始问中国设计的下一个惊喜是什么。我想杨俊，你站在汽车行业，特别是汽车设计行业的第一线哈，这个感觉应当是尤其明显吧？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像我的职业生涯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长城汽车啊，也见证了我们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变化。这10几20年来，我们汽车产业有了一个非常飞速的发展，从以前的这种超越和模仿，到现在了，我们有了很自信的底气去说我们去做原创的设计。也是带着这份底气，我们去在这个我们长城汽车的这个设计里边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去把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这些传统元素做一些结合。这是我们设计这款车，也是它是一个坦克的旗舰车型的一个出发点。说实话，在中国传统元素运用到汽车设计上，这个还是非常考验人的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麒麟呢，它是全新坦克700的一个设计灵感来源，但是我们知道麒麟它并不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它是一个想象当中的瑞兽，是一个写意的。那如何来抓住这个神韵，把它用一个具体的现代的工业化设计当中？实际上说到麒麟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边都有一个对麒麟的一个认知。因为这个麒麟的这个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神兽的一个形象。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初期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在中国的元素里边能找到一些契机点。你比如说我们去长城也好，去故宫也好，是吧？后来我们也包括周边保定周边也有很多有这种历史传承，对，像我们去总督府啊，什么都是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上有一定的一席之地的这样一些能给我们灵感的这样一些场所。然后看来看去，后来到了敦煌的莫高窟，然后在这个有个61号的叫五台山图，这个非常震撼啊！就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张画面，因为这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五台山尺幅很大，对，离保定实际上很近，并不远。然后他画的这个场景里边有很多这个就是各种各样人的这个生活百态，包括对这个神啊到这文殊菩萨的这种一个道场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从里边看到其中有一个就叫麒麟云中现。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元素以后，实际上我们也下来以后也在做思考，包括后来呢又去看到我们像我们河北有这个很著名的金山岭长城，上面也有这种麒麟的影壁，
啊，这种对传承，它上面是一种守护的象征，也正像我们坦克车型一样，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车的气场非常强大，守护着拥有者车主。哎，对了，保障安全。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把这些祥瑞的这些寓意也好，还有麒麟的这种形象，这种威猛的形象，能去传递给客户，让我们每一个人能感受到这份来自东方的力量。它既是有威猛的一面，同时也有保驾护航、保护的安全的一面。对对对。那说到五台山图呢，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正在展示五台山图。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自己跟五台山图跟这幅壁画还是有一些渊源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对。很多人都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入职之后的我的第一个节目呢，就叫做新丝绸之路。我们当时做了北线、中线和南线，而我负责就是中线和南线。那在敦煌壁画的观看的过程当中呢，也说到五台山图，而特别是我在做的一个环保项目叫芳菲绿色手绢计划，我们当时就设计了敦煌系列的手帕，其中就有敦煌的北魏时期的石窟、藻井图案，然后也有很多的咱们的九色鹿，当时也用在了手绢里面。那特别荣幸我们今天直播也请到了来自敦煌研究院的敦煌基金会的负责人杨秀清老师，非常高兴您来到现场。那请您带着我们来看看这个五台山图，讲讲麒麟究竟在五台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说到这里呢，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台山图里面的一个麒麟为什么会出现在五台山图里面啊。那么这幅图是缩小版的五台山图啊。这五台山图呢，我们看到它是五代时期就是公元947年到951年前后是由当时在敦煌任职的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周和他夫人修建的功德窟这是著名的陶氏供养人。对，也叫文殊堂因为它里面的主宗是供养的是文殊菩萨。我们看到这个五台山图的最中央是五台山中台中台的左侧旁边有一个五色祥云，祥云上面呢就站了一个麒麟它是这个轮头狮眼然后鹿角这个这些东西，刚才我一身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题记，叫做麒麟云中现麒麟的出现呢，我们中国古代认为麒麟出现必有祥瑞所以麒麟出现在五台山图上，它也是一种非常神圣和这个象征因为它象征着这个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神圣地位表达这个佛法的祥瑞与不可思议另外呢，为朝圣者提供了一个信仰上的加持与启示。其实说到这个五台山图呢，我还想说它跟中国传统的古建筑有着非常重要的渊源。当年梁思成先生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幅壁画，所以坚定了他到山西到五台山附近去寻找唐代遗构的决心，而最终也就发现了五台山的佛光寺，就是那旁边有一个大佛光寺是吧？有那幅图，就它和麒麟其实是在一起的。这一幅五台山图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文化信息。那么刚才杨老师也说到了麒麟它出现的时候必有祥瑞，它并不是一直存在的，或者说它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寓意的。那么麒麟这样一个瑞兽，人们想象出来的瑞兽，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们赋予它什么样的一些解读？刚才我们讲了五台山图本身它是宣传这个佛教的一个祥瑞的一个麒麟是出现这个，但是另外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它也有它更加不一样的一个文化内涵传说中呢说麒麟一生不低头这是天命所归的瑞兽，气宇轩昂对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是龙首狮眼，看着非常的威严但是呢它是宅心
仁厚啊，他骨子里有着绝对的一种骄傲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麒麟呢，它有这个比较硬的那种鹿角，但是呢，它这个一生，刚才我们讲从不低头啊，它从不用它的脚去冲撞任何生灵，而且走路是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地上的这个虫、蚁、花草啊这些生灵啊，所以呢，麒麟它也绝不轻易用它的头来重创任何人啊，即便是受到了某种挑衅，它也不会去主动发动攻击。虽然看着威猛啊，它的一个看着威猛，实际上它是一种，它的形象对我们是起到一种保护的这形象，非常善良。对。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今天就是在河北，在保定。那么保定是清代这个直隶总督府的府衙所在地。对。我们也知道，当时清朝有一个名臣叫李鸿章。李鸿章就曾做过这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这个他的案旗旁边，那个屏风，一个木质屏风上面就画一个麒麟。而且呢，这个他的官服上面的补字有这么清代的官服都有这么一块补字嘛，这个补字上面就是画的麒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清代的这个官服，它是文官和武官是不一样的。武官有寿，对，文官为勤啊。所以它这个上面最高的一品武官，就画的是这个麒麟啊。麒麟这是武官的专属，所以代表了他的尊贵。对，尊贵。所以麒麟出现以后就代表圣王仁政，天下太平。另外呢，这个同时呢，这个麒麟也会到武官的这个上面作为补字上，就是提醒这些官员要以人为本你手握兵权，不能滥用武力。你这个兵权是保家卫国的，不是针对平民百姓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正是证明了，就是麒麟它也是宅心仁厚、守护百姓的一个特点。敦煌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大百科全书，不仅仅在像我们说到建筑，包括传统的神话传说、生活习惯各个方面，都给后世以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范本，我们叫敦煌学哈。那从美学角度上，在此时镜头前，大家可以看到壁画是多么的美丽，而这个色彩呢，就是中国传统色。我也注意到了，咱们在这个颜色当中，杨老师，你看有一些我们看着像蓝的颜色啊，这个蓝色，但是我们古代并不把它叫做蓝，叫做一种青。而我看到了杨俊您设计的咱们的坦克700，它的青色就是敦煌青。对，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是来到敦煌，看到这个图啊，它有很多的壁画这个就是这种艺术的宝库，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你能感受到它传递给你这种跨越1000年的那种信仰的力量，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是吧？这个关于这种青色的这种认知呢，实际上在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是一个很专属的一个颜色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呢，从那个现在可以从科学调查，就是考古研究，是吧？从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在青色上面开始应用，到了这个秦汉、先秦两汉时期呢，这兵马俑上面都有很专属的这种中国蓝色、青色的这种应用，所以它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颜色。然后到了敦煌时期呢，实际上在这个颜色上，尤其是在这些壁画上面，可以传承下来，让人看到当年的那种人们对艺术上面、对精神信仰上面的这样一个传承，包括后面的像宋朝的时候的这些瓷器，像这种汝窑的这种瓷器，包括像元青花，都带了这个青字儿。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对这个青色是世界上唯一的、很有特点、能代表我们民族特性的这么一种颜色。那这个青色，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面前的，是它的原石的颜色，青金石的原石，青金石的原石的颜色。在壁画上也并没有大面积使用，可见当时还是非常金贵的。在这我们特别感谢杨秀清老师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来，给我们带来了
关于敦煌文化的解读。谢谢您，那请您先稍事休息好吗？我们一会儿再见。好，谢谢杨老师。好。今天来到现场的呢，还有一位当代的艺术设计师。你看我右侧的这一位呢，杨俊，他是坦克700的汽车设计者，而我左边这一位呢，则是一位非常时尚的珠宝设计师龙子嘉。你好，龙子嘉，欢迎你做客直播间。你好，你好。两位都是设计师，但是他们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我知道龙子嘉虽然在西方学习回来，但是他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设计发扬光大。你也设计了很多和中国文化相关联的珠宝。是的，因为我从小是梨园世家长大，家里人都是从事中国的戏曲的这种传播，所以我从小对东方的美学的表达还是比较的喜欢，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机缘巧合的以敦煌为灵感做了一些高级珠宝的设计，那比如说像我们面前的这一对耳环，那这个其实您看到它是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舞女。和一个飞天的仙女，其实也是敦煌元素。当然，然后呢，包括上面的飘带和这种，直接我们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壁画当中的这种图腾，包括下面垂挂了2颗东珠，这个就是曾经这个皇后娘娘才能佩戴的东珠的这个材质。东珠是产自中国的东北，它并不是在浙江的诸暨并不是东海珍珠，冷的地方。对，然后它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野生珍珠。然后呢，那这对耳环曾经也非常荣幸的登上了苏富比拍卖的这个舞台，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复刻了，因为那一对已经被藏家收藏。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敦煌的一个造型，也是灵感脱胎于咱们中国1000年的文化，包括像我们面前的这个套链，这个套链其实上面有3片玉片，然后呢，您看中间那片玉片就是一个麒麟，对，然后也非常有趣的是，这个中间的这个玉片，它是来自于清代的古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1000年的文化不光是影响着我们当代设计师的表达，也同样在历朝历代、唐宋元明清，然后也一直都有对麒麟的这个热爱。这是一个巧合吗？你之前就设计了吗？对，这个是很早年前的作品，不是为了今天的活动设计的，约赶不及。所以可见麒麟这个元素被很多设计师都注意到了。没错，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接到合作的邀请的时候也很开心，因为我们正好就有，甚至还有青金石本身的材质的作品，包括您看这么多以敦煌为灵感的作品，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的新锐的设计师对老祖宗的传统文化的喜爱，他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再创造、再认知。是的，包括像这个手镯呢，您会发现我们是用沉香镶嵌了钻石和黄金，那么其实这个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技法的工艺，叫做屏风嵌八宝。所以呢，其实当时是一个这样的家具的一个状态，然后把它浓缩成了一个方寸之间的手镯。其实这个也是对工艺的一个要求。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就像设计汽车，我觉得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都是要在方寸之间把细节表达给到藏家朋友和拥有者们。听完了子嘉说这个，我也心里边，实际上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经常会参考到一些珠宝的设计。没错是吗？对。你做这么大体量的汽车，也会参考方寸之间的珠宝？是啊。很有趣。看到的这个车型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车里边会有很多的细节您在做这块呢，可能就是这种方寸之间的美感，可能很精致化呀。这种精致化正是我们需要在细节设计方面也要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很多工作的时候呢，也会去跨不同的领域去找到一些元素素材。你们2个都将灵感溯源到了敦煌。是的，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青金石做成的首饰也带到了这次的直播分享。这个戒指其实就是我们跟灵感来自于敦煌，中间那一颗石头其实就是青金石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包括青金石侧面2边还会有珐琅的工艺，然后也都是用的这个矿物颜料。其实青金石在古时候都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象征。对。包括像这个帝皇将相在祭天的时候都是戴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然后包括在世界的舞台当中，像阿富汗，包括像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文明这些古文明的时候，古埃及都已经有1000年的，对，包括古埃及都有青金石的出现。所以今天我们把青金石和青金石矿物颜料所做成的珠宝首饰带到了现场，也是可以
验证这辆车的外观的颜色是如此的还原，宝石级的釉料。它是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一直被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背景下的人们认定为一种高贵的颜色。对，就它不光是东方或者近代的一个象征，它是千年甚至就是多重的文明古国都在认可这个材质。这是一个比较高级。包括一个象征一些权威的这样一个颜色，是的。对，无论是颜色还是麒麟这个形象，都是一个高贵的象征。对，因为我们刚才说看到在五台山壁画当中，这个青金石的颜色，它也不是大面积使用的，它是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山尖一点点。对，像包括像宗教，像在欧洲的教堂顶上用这个青金石做的这个天空的颜色，包括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是当时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很稀有的一个材料。对。那么我们再来看坦克700，回过头来我们讲完了这个颜色中国的敦煌青颜色的文化内涵，再回来看这辆车，大家是不是更有感觉了？这个车的颜色当时在确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壁画里边的颜色是非常多的，包括青金石它也会可以做出来不同。刚才那个杨老师分享的那故事里边，实际上我们不同的年代对于这种颜色的这个认知都是有一定的不同，因为文明是在不断的迭进，是吧？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在颜色的应用上面有一些偏好。所以我们这个颜色呢，也是参考了一些像在唐朝后期的时候，它这个颜色相对来说会显得稍微淡一些。高雅一点，特别还找了唐朝后期的青色。对，是我们这个颜色呢，当时在做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评审。我们做设计呢，实际上有2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是形体，然后怎么给这个形体附上一个漂亮的妆容，这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它必须要跟这个车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形面，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在验证的时候啊，就找了将近50种的颜色做一个匹配。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经过大量的反复和评审，最终才定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敦煌青。这个青的诞生不容易。那我再问问工艺啊，这车金晒吗？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做这种设计，你不能说是光看，还得是能用。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要去做结合，是要给消费者带来情绪价值，是的，是吧？他喜欢，那这个回去以后过2天锈了，那这肯定是不行。我们在做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工艺上面要做很长时间的这种防日晒的这种防它变化，这个变防锈啊，或者这些的处理，都要经过大量的实验去论证。这个论证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对我们这个漆的一个考验。同时呢，我们这个色浆，包括和刚才古总都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是吧？包括它这种纳米级别的这个研磨，也是能让我们把这种温润的这个质感去表达的更加的通透，让你看起来整个车的这个效果会更加的这种漂亮，并且不同的角度都能感受到它这种温润的这种力量感。你刚才这个词啊说得非常的准确，大家发现了吗？这个蓝并不是非常刺眼的蓝，对它是一种温润的蓝，带着温度的蓝。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从工艺角度来讲，从耐磨性，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车，它肯定适应的路面，它不仅仅是平坦的柏油马路，对吧？那它可能会行驶在乡间呐，甚至越野区啊等等。对，它的路况是复杂的，场景非常多，都要经得起风吹日晒雨淋。这块我们这个车的漆还是相当来说是有质量的，那还有一种就是那难免飞沙走石啊，比如有磕碰划痕呢。这些小的磕碰划痕。顺便说一下，就您这个问题实际上提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车呢还有一点点自我修复的能力。自我修复？对，因为我们坦克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属性嘛，自带这种越野的属性，可玩可野。对，你可以在城市里边做一个西装男，是吧？西装暴徒也可以到乡下去，我去玩越野。有很多的场景会给我们这个车是能适应很多的场景，难免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磕碰啊、划伤啊，但是比较小的这些划伤，它是带一个自动修复的一个功能，可以自动修复。对，也避免了有一些我们这个客户是吧，稍微差点还得修补，它可以自动有一定的修复功能。明白了。从造型角度来讲哈，
子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它这个车是前高后低呀，是很你发现了吗？啊，前高后低，就感觉是一头麒麟蹲坐在那儿，对，很着实，很稳重，好像一种集齐了生灵美好的那么一个。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车设计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思考啊。因为这种大体量的车，刚才也看到了是吧？一映入眼帘的是，这个车非常大，只有当你站到跟前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车的体量，它的这种体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看它确实很高。而且就很有气场，对对，气场非常大，气场很大。我的身高是1.74米，但是大家看到它跟我的肩也没有差太低，所以它的前脸是非常高的。是的，所以为了我们营造出来这种它比较威严的这种形象呢，我们也是参考了麒麟的这种形象，因为麒麟它也是来源于我们自然界各种美好的这种动物也好的一个集成体。像自然界里边的狮子是吧？它这个头的比例就非常大。这种呢，就是它这种威严的、这种凶猛的这种感受，它就不怒自威。这公狮子往那儿一待，就可以感受到，是吧？它的这种气场非常强。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专门去强化了这一点。把这个车的前部这个层次感，为了拉得比较足，也是把这个机盖做了专属的抬高。你看，等于一个层次啊，2个层次，到这儿又有一个层次。并且还做了一个加强哦。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参考了这个麒麟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形象，头骨的样子。对，头骨的，它上面有一些这种眉骨啊，包括像它这个脚旁边都会有一些凸起。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车型感觉到这种视觉冲击力，往前冲，包括这个昂首挺胸的这种姿态。然后做了一个加强的设计，包括您看到这块黑色的，是吧？这是装饰功能。对，这是一个装饰功能啊。它同时呢，也是为了避免我们这个面积太大，去做太空的这个感受，做了这么一个装饰。那前边这儿这个它的功用是？这个中网的设计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参考了麒麟的这个鳞片的设计。鳞片。对，您可以看到啊，这个因为这种带这个鳞片的这种生物呢，比如说像这个麒麟这样的，它有一个盔甲感受。我们是从这种强化了它这种中网的这种带一定的机甲感受，让它有一种安全感，是吧？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就跟珠宝设计一样，做很多小的切面，你从不同的角度都能感受到光带给人不同的视角，都能让他感觉到它是一个很丰满的形象。也有这种光影美学。对，就像你们做珠宝，每一个曲度是吧？还有宝石的切割，都是跟光在做游戏。对，实际上就是光的游戏。最终是视觉上投映出来一个什么样子啊？没错。鳞片，这个鳞片设计的巧思非常好看啊，还是很直观的。其实我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刚刚坐在对面，在后场的时候，因为我正面着这个车头，真的就很像一只活麒麟在盯着你的那种炯炯有神的那种感觉。这它还是静态，它要动起来更太帅了。这车包括街上开起来，这个气势是非常强的。是的，那眼睛也炯炯有神。对，车灯就是马上就要发售了啊！大家狠狠的 mark 一下好吗？哈，这个是麒麟，然后这儿我感觉像个变形金刚人脸的样子。这个我们实际上在做坦克 logo 设计的时候，也是参考了一些这种机械美感，很帅，时代性。对，因为我们这个属性呢，还是铁汉柔情，这不就是铁吗？是吧？T 坦克都有一些相关联。铁汉柔情。我们在做这个车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还要面对广大的客户，是吧？它有一些这个年轻化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宽体的这个设计，还有我们这个下部，包括看到的这个唇边，是吧？都是加入了很多这种带有改装色彩的这个运动感的一些东西。您一说到改装，好像留了一些改装的口，是吗？对了，像这个地方装饰其实也可以改装，未来就交给客户可以定制了啊，所以可以 DIY， 大家可以去 DIY 自己的那一款麒麟，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就有点像自己去打。我突然想起了，像《西游记》当中，你看那神仙不都是有一个坐骑吗？是吧？您要是拥有了这一款，您就是骑着麒麟的神仙，是吧？是，就可以去降妖捉魔去了。对，
那这个大灯，哎，子佳，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灯像什么？像那个镶了钻的手链那一圈。你看他就说手链，要我说就是个眼睛。每个人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只看到了密钉镶了钻。是，他真的珠宝设计师。实际上我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参考了一定的珠宝的设计。真的呀？对，因为这些细节的这种光感，包括这种像钻石啊这种切削呀，是吧？它这种光影的折射会很清晰的让人感受到它这种跟我们还有一个点啊，这个就是跟麒麟的鳞片所以找到这个珠宝设计上面的一些，我们也是学习啊，是班门弄斧，没有，就是去看到一些它可以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亮点的这些东西，让这个灯里边不是那种特别灰暗，让它很亮。同时呢，这个是用了226颗 LED 去打造我们的这个麒麟之眼。这麒麟之眼，对，所以就是炯炯有神，闪闪发亮。是，同时呢，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每次他在开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画面，他的这个大灯呢会做一个旋转的开合，就是眼睛打开的样子，对，它有一个仪式感，让你这个车主就是它就像一个麒麟一样睁开眼了。它这个很有意思。对，这种机械的设计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就像这种工业品里边，能跟我们这种生物做一个结合，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点。就感觉听着听着这台车都已经有灵魂了。对，它活起来了，活了，我就希望看到它奔跑的样子。是，好，看完了前脸儿，我们再往后。好，实际上你还我还想说杨俊，来，您是设计师，您最了解哪儿？就是像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不是跟子佳说嘛，这珠宝设计我们实际上借鉴了很多，你是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些特征它没有细节的话，它就会显得比较单调。我们在这些造型上面去加入这些切削的这个设计，也是这些珠宝啊倒角的工艺，对，倒角，包括我们这些面儿，在大面上怎么挖出来这些细节，这些思考，实际上很多都是跨界相通的。真棒！你这个像不像那个眉骨的感觉？对吧？对，这个特征很明显的，拱起来一下就感觉有眼神了，压着那个眼球的感觉。对，很犀利，并且虽然它犀利，但是是那种温和的犀利。对，它是那种威严，并不是说我特别冲击，就是很凶猛的那种。就跟咱们麒麟的寓意一样，它还是比较仁慈。对，仁义。对。真没想到，这么看似粗犷的一个设计，其实借鉴了很多在珠宝设计当中的细腻的巧思。真的算高级定制了，这是。当然，如果有客户喜欢的话，这车马上就发售了。您可以把前面这一排呢，直接找子佳给你镶钻，没问题。这个是专门镶青金石、镶蓝宝。对，镶青金石。好，我们再请设计师杨俊带着我们看侧身啊。咱们这个车大了以后啊，实际上刚才也说到了，非常难设计。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思考它怎么做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既能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强壮，同时呢还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特征。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轮眉，这个车身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臃肿，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轮眉去突出这个车的这种力量感。它这是有层次，大家看这个线条的层次感下来的。还有这个地方的反光，我甚至有点分不清它是高还是低，就可见它的这个对光的折射所以说多么的美好。对，原创设计呢，实际上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同时呢，你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是吧？这个是一种挑战。第一个吃螃蟹的，对，也是一种自信，是吧？是的，自信。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小的一些细节。刚才也说到这个细节设计了，包括我们这根从前贯穿到后的这个黑色装饰件。这条线从这里就开始了。对，它的长度很长啊。对，这个长度达到了2.8米，将近3米的这样一个尺寸，在这种工艺件上面，实际上是对模具的要求，因为它很窄嘛，对模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也是对工程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的这种讨论，最后还是把这个设计坚持了下来。同时呢，我们也兼具这种越野车的这种属性，向经典做一个致敬。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车身的侧面呢，我们运用了大量的这种车身颜色，就是为了让这种坚固、稳固，还有它的这种力量感去展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A 柱、B 柱、C 柱，都是这种车身色颜色的结构。这样的车身呢，会让人感受到
它的这种力量感和结实度比较高。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做到这个地柱可以看到它非常宽，并且从外向是非常厚。这个设计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大，为了你要表现出来关于这种力量的展现的时候，它肯定要坚持一些东西。是的，因为这地方还是跟它全车都有一个这种反切的这样一种形面，这个形面对工艺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最后还是大家一起努力挑战，实现了我们这个造型，让整个的外观更坚固，更具有这种力量感。这个对，最后的这一块大家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工艺上的挑战，最后完成的。我们做的这个很厚实的这个感觉，这个大体量的这个车型上面这样去运用，实际上这个已经很大的尺寸了，对工艺的挑战很大。就像咱们珠宝设计当中说，某一个很宽的一个金属，又要挑战它的轻盈、重量等等，是吧？线条。它的结构、它的舒适性、它的一个佩戴性、它的整个角度的一个起承转合都是需要考量的。它的比例关系在美学上的比例关系很重要，对，是非常重要。大块但怎么能够不笨拙？什么样的比例就给人什么样的视觉感受，是的，是不一样的。这跟我们的这个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很重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翼的设计。刚才古总也说了很多我们在做的时候的一些困难啊。我们这个尾翼呢，说实话，在设计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在这么大尺寸的越野车上面，你量产做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多，啊。他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还是去考虑到很多是关于我们整个车，因为车越大，它这个风阻就越大。它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噪音。这个噪音呢，就取决于这个空气从上面流过，所以我们有很多小的细节，包括像这种尾翼啊、扰流板，一般都是在赛车上面出现。是的，它就是为了比赛速度更快，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到这样设计呢？一方面是真的是去把这些赛车的这个元素拿过来，我们做一个参考，让它看起来非常酷，是吧？这是一个运动感的一个展现。第二个呢，它是真的对运动感是有帮助的。让人在坐到车里边的时候更加的静谧。这个小小的尾翼，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改装车上能够看到。对，它实际上是有功能的，追求一个高速的同时，它会下压，然后让空气通过的时候噪音更小一些。学到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是观众朋友记住了吗？我以为是装饰呢。它也起到一个装饰的效果，是很帅。像我们给这个尾翼起了一个名叫做祥林燕尾。这个灯呢，就是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这个灯的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车很大很宽，将近2米的这样一个车宽，这种宽度下面，我们中国的道路有一个法规，就叫做这个示宽灯，就得让车能看到你这个车的宽度。明白。所以我们这个车提示的作用，对，有一个提示，安全提示的这样一个法规规定，在晚上的时候，在夜里边。这个特点是非常具有识别性的，我们一个坦克700专属的一个特性。明白。高速上行驶，对，尤其是在高速上面，是吧？它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体量，同时呢，你还能看到它像飞机机翼一样的这样一个设计。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前面那个车尾灯没开，让我们心里头特别没。那个这是20年前，非常危险啊！所以像这样，起码也给后面的行驶者带来一种心安的感觉。是的，对于。这辆车的驾驶者，他的安全系数也提升了。对，所以说这个安全的这个设计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坦克品牌设计里边，包括从视觉上面，还有它真实的功能上面，都让消费者能去切实的，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他实际上，你只要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很多都已经在细节上做了一些思考。所以，好的设计非常重要，相信好的品牌，相信好的设计。是好的，那我们再进去看看好不好？我们进去看看内饰吧，大家都非常关心哈。一辆车外观它是非常可视的，到内里之后，它的舒适度怎么样？你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驾驶感受？来，我们开始驾乘体验哈。我来给大家做示范哈。如果是一辆乘坐者，他上车经过几个步骤。首先从这儿上来。
哎，我没有一种钻进车里的感觉，我有一种走进车里的感觉。先这样来看一下目之所及的一个内饰的状态吧。我们先看颜色好吗？实际上第一眼对内饰就是一个大的感受，就是内饰的颜色，这个颜色带给人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力是第一感受。各位同学，咱们长城汽车坦克700的内饰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看到这个拼色黑白橙，哇，然后非常的这种莫兰迪的色调，很柔。对对对，其实对眼睛非常友好。叫黑白配橙，一见倾城。咱们关上哈。实际上大家关上以后呢，是效果更加的明显。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比较大胆的这个配色呢？一方面是它有高级感，另外在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有争议啊。就是这种大胆的配色呢，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轮，就跟刚才子佳说的似的，就是这种莫兰迪色系，包括这种稍微灰一点的这种颜色，并且它这种上面深下面浅，对这种颜色的这种高级感的这种搭配，也是参考了一定的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意境。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门兜的这个位置增加了一个橙色的点缀，也让整体的内饰没有那么单调，也是一抹阳光的这种感受。对，这个颜色是很有时尚感的，也既有一种老前锋，也有一种时尚感，对吗？子佳？没错，是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偏雅灰色的色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浓郁的色调的点缀，会让整个的色彩更加的平衡。是的，是的，这一抹蓝色很耀眼，都非常的具有时代性，是很时尚。是，我们做坦克700内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麒麟元素。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这种中正对称，这是我们在中国建筑啊，包括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对这种中正的这种概念是非常主观、非常这个强化的这样一个观念。对，这是一种秩序的美。然后我们为了把这种豪华感和这种舒适性做出来，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种舒适性的材料，比如说像这个上车方便的这种大扶手，是吧？这是我们很有特点的一个设计，手感非常好。对。然后呢，我们这种中正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副仪表非常的宽阔，这就像我们那个麒麟的这个麒麟之脊。像它的脊骨、脊梁，对，脊骨这个中正的这个设计呢，实际上还是非常去考验我们这个车的内饰，因为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宽，对我们的空间要求会非常大，大家不局促。是对这么宽的尺寸下，我们现在坐到车里边还是非常大的空间。你看这是放手机的是吗？对，特别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诉求。对，而且2个人的手机都可以并排放上。对，还是可以放2部手机。这个皮是非常有质感的皮。对，皮是非常有质感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顶棚，也是运用了麂皮的这样的设计。这是麂绒面的感觉。对，这个触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呢，还是非常柔和的。是的。目前的这种主流车的这个设计呢，一般都是这种一体式的这个顶棚，但我们呢，还是专门有一个分缝，为的是这种豪车的这种专属性，在这种不经意的细节上面，我们甚至做一些浪费，也让客户真正的去体验到这种豪华属性在我们坦克700里边带给你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我跟女性同学说一下啊，她这带镜子，你可以很方便的照镜子，还带灯，对，很友好。还有面灯，我们绝对是女性友好啊，还带灯。这个实际上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副驾，经常会做一些女性同志，是吧？然后她会打开以后有化妆镜，然后还有2个。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为了让这个乘客去感受到有一些这种小的不经意间你发现的这种温馨的体验，就生活场景想得非常的丰富。对，非常的是的。对，因为我本人是个强迫症患者，所以我看到这个里面就好对称，我觉得好爽。你不能接受9宫格差一个那样的，对，好对称啊，方方面面都很细节，很对称。这个脊骨也非常的周正，就是我觉得整个车就是气场很规矩。是的。而且它也适合大体量的同事。对，像我这个块坐到里边很轻松，前排都快能翘2郎腿了。对。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内饰设计。
我们做这个内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它的时候做了一个这种环抱式，因为环抱就像一个拥抱一样，很温暖，很对乘客非常友好，有安全感。对，不知道您坐到里边以后看外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吧？是不是有一种视野很宽阔？对，视野非常宽，因为它非常高，很高，视野很宽阔。对，我们的车坐姿是非常高，在这个 SUV 里边也是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因为你一方面内饰还需要做这种环抱的这种温暖感，另外呢还要兼顾一定的视野非常良好，是吧？我们在这个门的这个区域呢做了一些这种倒扣的设计，就是车窗外面低，里面高。在内部呢是一个比较连贯的一个设计，但是从外边看呢，它还有兼顾了非常良好的一个视野。这对行驶起来也没有说这种大车难驾驭的这种感受就会变少，对实际上的这种乘客去开车的驾驶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刚才说到这个把手，除了我们这样握起来感觉它的手感很好之外，它这个3点的设计好像让进出车就变得非常舒适了。对对，像我们坦克品牌里边有很多这种比较贴心的设计，包括我们2排的把手，包括我们很多地方都会增加一些把手，因为车比较大，另外越野车嘛，离地也比较高，所以在上车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一个这样的思考，尤其是像仪表板上夹把手的特别少，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乘客去做一些关于这种驾乘感受，是吧？让它便利的这样一些方便的小细节处理。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还有我们的座椅好像靠起来，包括这个头枕啊，都非常符合人体工学。是的。实际上我们在做，尤其是像人经常触摸到的这些地方，包括我们的座椅是非常关键，整个做内饰设计里边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用了这种顶级的纳帕皮。这种纳帕皮虽然说是纳帕皮，可能很多品牌都在宣传，我用的纳帕皮，但是我们这个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纳帕皮，用到我们的这个座椅上面去。这样的话，能让你从里到外都能感受到它的这种舒适性。同样的，在材料的应用上面呢，包括您可以触摸一下这儿，是吧？它是有温度的。这种金属的这种石铝的这种装饰，我们在这个车里边实际上应用也是非常的难做啊。因为这种铝件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铝件，这个加工起来就非常难。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把这个效果一直坚持了下来，让人在做到这里边这种真材实料的这种感受，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高级豪华的这种体验。你像子佳，从一个珠宝设计师的角度哈，你做到这里面看到它的质感、它的色彩、它的配色、它的质感，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坐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如同在一个非常高奢而且很老钱质感的一种空间当中，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点缀的这些颜色，比如说像这一抹蓝，它其实又有一点像是那种浅色青金的颜色，也有点像是敦煌的那种松石绿的那种点缀。对，其实因为我觉得在敦煌的壁画当中，松石绿跟青金石是绝配的一个颜色，在我的单方面的认知当中，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外观大面积的这种青金的这种釉料，再结合一丝一丝的这种松绿的点缀，我觉得整个就我会觉得非常像按照珠宝配色的要求去完成内饰。包括其实刚刚在2位在介绍的时候，我看到侧面有很多这些圆盘的一些细节，包括像这些网格，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而为之，我看着这些网格的这种布局就很像那个敦煌的宝相花呀。对，有那种您看像这种地方就很像敦煌宝相花在绽放的感觉。因为敦煌宝相花它是来自于这个菊花的康健，然后莲花的圣洁和牡丹的富贵，三花结合的一种理想之花。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细节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新中式，就是将咱们中国的国货品牌结合新中式的一些设计的表达。然后反正我只能说很打动我已经要成为这个用户了。其实今天下午在彩排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这个车之后都非常动心。是的，那原来想买400的人突然说我要等着700。还是子佳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啊，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实际上对这些细节关注的实际上非常非常细，是吧？这种设计元素的运用，实际上我们也是确实是参考了一些关于这种
这种传统图案，就是这种祥瑞纹饰里面，对，做这样一个，因为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品牌，叫爱情之音。你看这个啊，这是你们内部的品牌。对对对，它的这个长城汽车坦克系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做这种细节的这种纹理上面，也是参考了一定的像敦煌元素这种传统纹样，这细节都是像，也追求一些什么步步生莲呀，像这样一些好的一些寓意，太好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就特别直观的中国山水了。你看到这个也可以在刚才我们看到的五台山图当中找到这样的中国山水意象的一个描绘。是的，是的，包括这种侧面的这些把手的这些位置上面还有很多这种像菱格一样的这些元素的细节，我觉得都很精致。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吗？对，那这些地方大家看到很多纹路无处不美学哈，包括前面那个像这种锁子纹一样的感觉都在中间铺满了。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参考了一些我们传统纹样里面这个云纹这些设计，然后精致，对，结合着这种真材实料，能让这种质感表达的更加到位。因为内饰嘛，就跟刚才说的似的，我们也是参考了很多珠宝呀什么这些细节的设计，因为内饰里边可能只有你这个坐进来以后才能切实的摸一摸呀，看一看呀，是吧？还有这个感受一下真实的感受，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对，因为只有真诚的这种用真材实料才能去打动客户。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感受能给人创造一个什么气场很好，什么样的气场？因为我家里有养小狗，所以呢，我特别怕浅色内饰，因为小狗很脏。但是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我们坐的这个位置，以这台车的配色为例，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全都是黑色。所以比如说我平常有健身的时候，一身大汗，我躺在黑色的地方，其实反而不容易晕染。对吧？然后两边又是白的，然后呢，这个臀部坐的这个位置和背靠的位置呢，又都是黑的。那我就很耐脏嘛，对吧？我今天出了个汗，我往后一靠，我也 OK，因为反正是黑色的也没关系，对，很安心，很安心。但是有精致的浅色又在，真的是设计师最理解设计师，真是的，他就能够一下子看到这个有实际功用诉求的，它不仅仅是个黑白配色的，是的，它不能挡脏嘛。对，包括我们在这个车里边也是全新坦克700，包括子佳现在在后排坐着靠着的那个轴枕，是吧？舒服。这个它还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轴枕是作为一个比较尊贵的处理，它可以通过这个轴枕去控制整个的后排的影音娱乐，实际上是一个智能座舱的这样一种。就是子佳手右侧的那个。对，它这个地方是个，它是完全可以电子的触屏的。它可以通过这个去遥控后排的这些享受，是吧？影音娱乐，包括我们这个前排还有通风，冰箱，对，这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车里二位可以慢慢聊，我已经开始按摩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确实，我们当装修自己的家居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装修到很小很小的细节。但是车呢，好像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是我们这辆坦克700，就是用一种完全一直到细节的一个巧思，帮大家营造了一个家居的环境感觉。是的，是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就是这样一种创新。我们把这个家的这个概念呢搬到车里边来，让它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和你能去产生共情的这么一个场所，营造这样一种场景，让消费者有更多跟车的这些互动。因为我们中国的这种汽车智能化是在世界上走得很快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现在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当然很多地方还是得学习啊，因为毕竟有100年的这种积淀，东西互鉴。对，实际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我们也是有很多专家，我们也跟人家学习，同时我们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让这些专家去学习理解，互相的碰撞，才有更多的这种激情和设计。你看这个小巧思啊，体现在很多方面。我注意到这下面还有一个抗阻的，这下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这储物空间，而这些地方都是用来储物，实际上还是挺多的，是放咖啡杯的对吗？对，这是水杯地方，而且可升降。平常呢，它这个是需要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表面上是一体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摁下去，再稍微一摁，它就又起来了。
这种一体化的设计，在我们这个里边尽量的追求一些简洁大气豪，通过真材实料把这种豪华的质感再体现出来。同时呢又有很强的舒适性，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前排座椅包括很多功能上面都做了很多思考，比如说像这个这儿有一小冰箱，对，大家可以喝口水，这可以冰镇一些饮料，来，女生还可以放点化妆品。中间夏天的时候做一个冰面膜。是的很多的细节。对，就是海边特别合适，而且可以放6瓶水。对，可以放6瓶水，完全支撑一个家庭。我们这个可以从零下6度到50度这样一个温度的调节，还可以加热。对，还可以加热，可以加热，可以保温。一共有4种模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出行的时候的需求。太细心，相当于我们这里一共是8瓶水。即便是出个远途，它的储物量是足够的。对，想喝凉的、喝热的，冬天就可以喝热的。对，所以说还是很多有一些贴心的这些功能性。我要换车，我那车只能喝凉的，不能喝热的。包括累了以后，我们的前排座椅也可以把它放平，整个跟后排座椅做一个整个的大床模式。现在能放吗？现在可能现在后边咱们有相机就不能放了。我们今天是由于挂着相机，但是告诉大家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如果您去野外去野游的时候，如果疲惫了，那么有一个人需要平躺休息，它可以完全180度的平躺，可以一直满足一个人在这里家里午睡的一个需求。晚上睡也行，晚上睡在这里这可以当房车用了。对，可以当房车用了。它整个就是把这个放平，就是一张大床。在内饰的设计过程当中，最烧脑的、最让你们纠结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做内饰设计实际上有很多，刚才也说到了，是吧？说到一个词儿叫做法规。设计内饰的时候有很多的限制在里边。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这个总体的布置是什么。包括它的这个像这种安全的气囊，比如可以看到那儿有一个 airbag， 那就是气囊，方向盘也有气囊。像这些硬性的强制性的指标，包括我们像这个 A 柱，这个整个的侧气帘，这些都是需要你在设计的时候去考虑的，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限制。包括像这个按键的上面这个角上面这个小圆角，都是有一些法规这是需要你在碰撞的时候会减少人的伤害。对。所以在这个汽车行业里边有一个叫做汽车的车规级，有很多，比如像我们的屏幕，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些等等等，包括材质都需要经过很多次的实验，达到车规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去准许上市，才能去让消费者去购买。不然的话达不到这个级别，你是不允许去到市面上进行销售的。所以这个车规级呢，也是我们在设计。因为这个车并不是一个就是我随便想怎么弄怎么弄，它是有一定的限制在里面。这些限制呢，再结合上你人坐到里边，我手能摸到这儿吗？还是以人为本做一个设计。所以说，在设计的同时，您看到的结合了很多关于这个人为本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不管做什么样的造型，都需要去考虑到这些基础的一个限制。只有这样，这个产品才能更去完美的去把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解决，在他不经意间就能去感受到的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设计。比如说这个方向盘粗细这些都是需要去不断的反复的尝试。这每一款车和每一款车都不一样的吗？每一款车，你比如说不同的品牌，就方向盘的粗细，它是有它对人对客户的一些理解。那咱们这个粗细是符合。您可以试一下，我来替大家试一下哈。这车马上发布，还没发布。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很友好，是吧？恰到好处。像我这手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样件就会做很多轮的这种，在这个尝试找不同的人去做一些评审。手大点的，手小点，还有的人喜欢套个方向盘罩，是吧？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去考虑到。它在做的时候多粗多细，握起来会舒服，这是一个范围。因为有的人手大，有的人手小，还得去把所有的人群都考虑到。这样的话，在做设计的时候，你真正使用起来不会特别难受。包括它这个并不是一个纯圆的，是一个扁一点，靠你手这边呢，那它这个弧度会稍微大一点，这边呢可能更便于一些抓握。
就是无处不科学。对，角度、粗细，包括我们这个座椅，那就更要符合人体工程学。是的，是的，是的。包括方向盘都是这样的。对，现在尤其是现在，因为人的安全至上嘛，是吧？我们更多的这些法规还在不断的这种变严。我们在设计汽车内饰的时候，包括外观也有很多法规，我们都会去做大量的这种尝试。包括魏总也在前一段时间直播，包括我们的实验场地，有这种安全的、耐久的，包括我们还有什么风洞实验室，把不同的环境都会去做到汽车设计的这个途中。这种实际上消费者看不到的背后，是蕴含着我们厂家对产品做了大量背后的工作。子佳，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后台看这个大屏幕，你觉得比较舒服吧？因为我自己也是近视眼，我也这个散光，我觉得这个距离都非常要好。就是因为正常来讲，在这个距离里面，我要是戴着眼镜，我该看不清啥都看不清了。但我觉得非常友好，它的字体，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显色的一个亮度，然后整体的一个科技感，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国的设计真的不可估量，包括工艺方方面面。这就是我们正在乘坐的长城汽车坦克700。但你知道吗，子佳，这个屏幕它本身你看它舒服，它是有护眼功能的啊。是的，是的，包括我们。所以我说我刚刚一直盯着，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刺激感，很自然，是吧？对，没有攻击性。很多屏幕是有攻击性。有一些家庭如果带着小孩子外出，对去春游啊，去秋游，那小孩子的眼睛保护也很重要。对。所以它给了一个人们不光是娱乐，同时还对。实际上我们既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痔仓，是吧？痔仓的效果，那它肯定我们就会考虑到这个光对眼睛的一个，这个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里边。它是一个护眼模式，它这个护眼屏幕，它的这个技术呢，相对来说它是对眼睛是非常友好的。其实今天我跟杨俊还有跟子佳聊下来，我们体验下来哈。你看子佳他是做算定制珠宝，当然你也做一些大众产品，但是你也做高定珠宝，没错。但在长城坦克我们已经发布过的300、400等等啊，我们来对比来看，这一辆700可以称它为长城坦克的奢侈品吗？可以这么，因为我们定义它还是一个旗舰产品。旗舰产品，对，它有它的性格，并且它也有它的这种定位。因为有一些设计的功能性和艺术性，它其实是一体化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便利啊，总是藏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对，就是你有时候就突然发现，就像刚刚我们那种惊讶是非常自然的，就是这是有冰箱有冰水很正常，突然有热水，还有热水，那这些细节都太打动人了。对，还关键还能持续性的保温。就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的便利是什么，就属于你平常用着你无伤大雅，或者说有些东西你没有感觉，但当你没有这个便利的时候，你就会说要是有了就好了，就其实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在这辆车里面都基本满足了日常的所有的需求。所以什么叫做铁汉柔情啊？什么叫做来自麒麟的呵护就在这儿。真是看着它好像很壮硕，但实际上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当你想喝水的时候，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当你想娱乐的时候，当你有手的触感的时候，当你有身体的倚靠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来自长城汽车、来自坦克系列、来自麒麟700的温柔的守护。对了，我们这个铁汉柔情实际上就是我们设计背后的一种理念。打造的产品实际上还是看起来很猛，但实际上我有一颗温柔的心，就像麒麟一样，给消费者默默的守护。好，我们在汽车内的体验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通过今天这场直播，让您感受到作为国产汽车的原创的一个奢侈的追求。这些都是为了消费者，为了中国驾乘者的一个美好的追求。是的。好，我们往下先下车，把这个内饰的体验感留给广大观众朋友，大家亲自来体验。还是挺舒适，真的是神仙坐骑啊！真的。我记得我坐在这边，好吧？
好，杨老师有请。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今天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由内到外听到了关于设计如何服务于用户群体的故事。我们经常说设计要以人为本，那么我想全新的坦克700就是这样的产品。如果说让我用几个词来形容坦克700的话，我想应当是气势磅礴、奢华内敛、细节入魂，而用麒麟这样一个神仙坐骑来作为它的形象，那是再契合不过了。它有威风凛凛的一面，但它更是仁德与祥瑞的化身，这是一种至高的忍者风范。那恰与我们的坦克品牌一直以来秉持的铁汉柔情理念完美契合，也是给我们用户带来了安心的守护。其实呢，就是聊到这儿呢，也是提一下我们这个坦克品牌的坦克的一直在坚守的这种铁汉柔情，也是我们在做这个品牌之中的一个初心。就是你这个人吧，可能真实的都是与现实就是有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呢，在外面要打拼，面对这个市面上各种的烦恼，然后还要去扛起来所有，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你坐到这个车里边，它就有一个关于是属于你的一个小天地。是一个小的天地。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车是什么时候让用户能够体验得到呢？在13号的时候就可以去 4S 店感受一下。所有的今天的给大家的种草，到13号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亲自的去触摸、去观看。所有的豪华最终归于平淡，所有的巧思和设计最终归到人的使用感受。我相信选择全新坦克700的朋友们，同样也是这个时代的麒麟才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不盲从潮流，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定义风尚，他们的内心积蓄着强大的力量，但也从来都不咄咄逼人。他们眼底有光，心中有梦，笃定地掌握着自己的人生航向。我们也衷心祝愿这台每个细节都为你考量，自带祥瑞之气的全新坦克700能够成为大家心中最为贴心的伙伴，护送我们的每一位车主奔赴更为广阔的山海，一路生花，前程似锦。谢谢。那如果让我来总结一个关键的话呢，就是我想的应该就是共鸣二字了。是一种基于品味和文化的共鸣。就像是现在大家买奢侈品，其实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共鸣，而且是为了品质。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高级珠宝的客户，那他们选麒麟也好，这个元素啊，包括选择青金石这个材质，其实都是在做一次确认。他在确认自己的品味，确认自己的来处，也确认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认为呢，全新的坦克700给用户带去的共鸣，不仅仅是拥有它，而是拥有它的时候别人所投来的目光。杨老师感觉呢？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个体的一些精神共鸣，最后汇到一起，就成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叫东方气概吧。东皇之所以伟大啊，不光因为它保存了千年的艺术啊，更因为它见证了文明的交融和共生。是的。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在这儿相遇、对话、融合，最后生出新的生命。全新坦克啊，以车为载体，把中国文化的从容、包容、自信带向世界。这就是当代的丝绸之路。真正伟大的文明啊，从来都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敞开胸怀，让不同的美在碰撞中产生出新的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直播已经进行了将近1个半小时，我们真的是从内到外，从前到后，由表及里，深入的了解了长城汽车坦克700全新的
麒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起共同完成了一次中国设计之旅，也完成了一次中国美学当代的探索之旅。那在今天的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祝愿每一位全新坦克700的用户如麒麟护体，青云直上，所行皆坦途，所遇皆祥瑞。2026一马当先。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在线下体验坦克700。